英国罗罗发动机面临了怎样的发展困境？为何罗罗拒绝与中国进行合作？中国又将作何应对？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但是在一些领域，由于长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和限制技术，这就导致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且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这就导致中国在这些领域长期被卡脖子，其中就包括航空发动机。由于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起步较晚，且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持，并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因此就导致中国在研发航空发动机的道路上十分艰难，一直受到很大的制约，落后于世界的发展，始终不能够真正的研制出自己的航空发动机。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国家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主动向中国出售先进航空发动机，其中就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正是有了这些国家的慷慨相助，也极大促进了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然而，其中有一个国家的发动机公司对于中国的求合作表示拒绝，宁裁员9000人也不愿意与中国进行合作。最后却导致航空发动机企业的发展每况愈下，从而面临严重的发展危机。那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原来这个拒绝与中国合作的航空发动机公司是英国罗罗公司。我们都知道，英国罗罗公司全称为罗尔斯罗伊斯，是英国著名的发动机公司，也是欧洲最大的航空发动机企业。旗下产品包括航空发动机、船舶发动机以及核动力潜艇的核动力装置。其中，航空发动机是其久负盛名的主打产品。它研制的各种航空发动机广为世界民用和军用飞机所采用，因此，英国罗罗公司在国际航发市场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全球5大航发制造商之一，拥有不少领先全球的航发技术，是世界航空发动机市场上的佼佼者。但是近几年随着疫情的影响，这就使得国内外很多航空公司的发展都受到了巨大影响，英国罗罗公司也不例外。罗罗公司作为一家老牌航空公司，从事业务的范围较广，除了航空发动机外，还包括汽车设计生产等业务。由于每项产品的研发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且在疫情的冲击下，使得罗罗公司因为资金投入过大，回收较慢，就出现了较大亏损。就在罗罗公司面对如此大的发展困境后，中国企业伸出援手，表示愿意进行合作，希望能通过收购等方式帮助罗罗公司摆脱困境。但是罗罗公司却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帮助，不愿与中国进行合作，也不想把航空发动机的相关技术转让给中国，断然拒绝了中国的好意。据悉，由于疫情影响，罗罗公司面临着很大的财政压力，仅仅去年上半年，罗罗公司就亏损了71亿美元，这就使得英国罗罗公司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陷入了困境。罗罗拒绝了中国的好意后，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甚至通过变卖子公司、裁员等方式节省开支，而且一下子就裁员9000多人，关闭了本土很多工厂。但是这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仍然使得罗罗公司的发展陷入困境，甚至还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这也是罗罗公司拒绝中国的好意所自己要承担的后果。这也使得罗罗公司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响。这也使得罗罗公司将自己的发展带入困境，也使得自己的航空发动机领先地位受到巨大冲击。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政府出面干预的结果，因为之前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罗罗公司很可能受到了政府的压力，因此才不得不拒绝中国的帮助，使自己的发展陷入如此境地。因为在此前，中国在第4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英国动力巨头罗罗大中华区的总裁还说道，中国是罗罗集团的第3大市场，也是罗罗公司最重要的增长市场，并且这也是罗罗连续4次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罗罗公司对于中国的市场还是十分看重的，也想要极力抓住中国市场。此外，有消息称，此次是罗罗集团第4次参加中国的进博会，
而且罗罗集团的动力系统业务在现场与多家中国客户和合作伙伴签订了 MTU 柴油发动机及零部件采购订单和合作协议。值得一提的是，罗罗集团在过去的2届进博会与中国的客户签署了近1500台 MTU 发动机交付协议，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客户对罗罗集团发动机的信赖，以及罗罗集团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市场空间。除此之外，此前有消息称，罗罗集团正在寻求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联合开发中的 CR929 宽体客机提供发动机，并且他们提议在中国建立一条发动机装配线，以此来方便为中国提供民航发动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罗集团也想在民航发动机上与中国达成合作，使得中国在民航客机的发动机上有更多的选择。像此前中国民航客机一直受到美国的限制，只能使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提供的发动机，但是随着罗罗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青睐，也愿意为中国在中国建立一条发动机装配线，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好的消息。因为这样的话，罗罗公司将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中国商飞开发的 CR929 宽体客机提供发动机的业务展开竞争，这就使得中国完全占据了主导选择地位，而罗罗集团也愿意答应中国的条件，那么中国就完全可以与罗罗集团合作，能够赢得利益的最大化。从此前罗罗公司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罗罗公司十分愿意与中国进行合作，并且十分看重中国市场，也想要长期与中国达成关于航空发动机的合作，可以在中国市场上有长足的发展，占据中国市场。虽然罗罗公司此前有较强的意愿想与中国合作，但是此次罗罗公司又表现出拒绝这一态度的转变，很可能受到了政府的压力，让罗罗公司不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并不要把最新的航空发动机技术给中国，以此来对中国进行限制和打压。但是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导致罗罗公司可能会重蹈马达西奇公司的覆辙，使罗罗公司的发展陷入绝境，这对于罗罗公司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害。但是中国对于这样的行为可能也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也是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惯用伎俩，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都已经习惯了。中国所需要做的，那就是要加快自主研发的进程，提升自己的创新发展能力，加快国产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尽快研制出自己的航空发动机，以此来缩小与世界各国的差距。相信不久后中国就能独立研制出自己的航空发动机，未来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完全可期。